捡破烂视频又回来了，给大家看一下最近收的一些破烂，从最新的开始吧。最新的就是上次去圣地亚哥的那次木工集会的时候买的，但这跟木工没什么关系。一个车的模型，刚刚才发现这里之前粘过，买的时候没注意，还挺好玩的，当个摆件也不错。铸造的金属的，门能开，发动机盖可以打开，然后这里面细节做的还不错，后备箱盖打不开，这是其中一辆，还有另一辆，这个成色稍微好一点，门也是可以开的。这个镜子也掉了，哈哈，唉。方向盘和轮子也可以联动。这里断了，不过粘起来应该也不难了。先放里面，估计会丢。圣地亚哥那天好像只买了这2辆车，没有买其他的工具了。再就是前一天去这个北加州的时候，帮朋友买了一把14代的豹子，因为有一个专利日期在这儿，然后前面有环，所以这个应该是14代，至少13代之后的。然后没有 Made in USA 的字，5号，把手绞掉了，但是有标签，没什么别的明显的问题了。前面这个钮是错的，但是他说他可以自己换，因为这个应该是一个3号或者4号的，下面有点小，塞不到这个圆环里面去。其他的看起来，这个爆刃的标是错的，好像是一个我忘记名字了，但是是一行字的标，这个应该11代之前的吧。爆身倒是没什么别的问题了。挖座也是对的。当天还买了，也不是买的，这个是卖家送的，只有一个爆身 ，Baroque 早期的607，这里缺了一个角，白送的。我想看有没有零件可以配上去。然后他说，他也许还有闲的挖座，下次可以再卖我10块钱这样，所以东西还挺便宜的。如果10块钱可以买一个挖座的话，这个其实是上次去北加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那一把2号 C 底的豹子，然后当时想买，但是身上带的现金不够，我犹豫了一下。后来回来之后还一直觉着想要，然后我就又联系了那个卖家，我说我想买这一把，然后他说那要不然就是你先打钱给我，我寄给你，要不然就是我们下次这个集会的时候再交易。我说没问题，我肯定买，那你留着，我下次再买。所以我们这次又碰面了，就把这个买了。这里有一点裂的，之前可能粘过，其他的倒感觉没什么问题了。调节也正常。这里面还有橙色的漆，跟我其他的15代的比较接近了这个特征。然后有原本的盒子，但是没有盖子，于是他给了我一个
3号的盒子，这样，这也是去北加的时候买的。再就是之前在本地的时候碰到了一个人卖这把50号这个彩口，我是觉得还挺完整的。之前碰到了一个朋友问我这个50号豹子的事情，所以就帮他留意了一下。50号的调节机构是这样的，后面有齿，然后这个杠杆就有一个牙在里面可以推它。主要的部件都在。这个线高，然后配套的还有这么多零件，有着一大堆刃子，都是后面有齿的。这个还没研究到底是干啥用的。我印象中好像是装在某一个地方当这个钙铁用。有空再研究了。然后里面还有这么个零件，这个是 Stanley 的71号轻底豹的前面的那个角。很多人这个零件都是丢的。那这把71号豹子的主人的这个零件也是丢了的，因为在这儿。这也是差不多那个时候买的。有一个木工工作室的运营的人去世了，然后他的家人在把他的一些旧工具卖掉，然后组织这个事儿的人我认识，之前跟他买过东西，所以我就看了一下。然后本来以为他那里会有一套45号豹子加2盒豹刃，结果去了之后发现豹子已经捐出去了，所以就只有这些东西。还有这些豹子捐出去了，但是这些零件还在，也挺可惜的，因为收到豹子那个人就缺这些零件了。有这个偏心轮的支撑，有这个裁薄板的线高和刃子，应该是8号，这个刃叫8号。这个应该是夹在2个豹身中间的那个线位。这是移动靠山和连接豹身的2个长杆的一对儿。另一个线位，这个我忘记是干什么用的了，应该是装在侧面，好像是挡住一边的刃还是什么，我要去查一下。8号的那个刃，2个手拧螺丝，这个好像是另一个豹子上面的，因为45号上用的应该是这个比较粗的螺丝，这个很有可能是像78号啊、192啊那些上面用来固定线位的，这是78号嘛？我印象中应该是这个螺丝的牙，看着像。哦，不是，这个有点细，这个牙太细了，所以有可能是其他牌子的工具上面的。另一个线膏，当时是包在这个纸包里的，然后拿出来的时候还掉了2个螺丝，还好旁边有人提醒我捡回来，要不然就又丢了2个零件。当时还有这把81号刮豹，有点可惜的是这个底裂了，但是还可以粘得起来就是了。把4个螺丝退出来，然后粘起来，也就没别的什么其他的问题了。然后当时去主要是因为这2盒45号的刃子嘛，这里应该是缺了，具体缺哪个我也搞不清。宽的应该是少了2个，最宽的2个可能没有了吧？19最宽的1个没有了，这个1/4寸的没了，然后窄的这边可能缺的就比较多了。不过这个自己重做也挺容易的，就
一块钢材这里切一个缺口就行了，然后做到你想要的宽度。淬火的话就淬个1寸足够了。就是裁口的这些刃子，这边就是有一点花边的这种起线用的，或者是裁窗户口啊之类的。这个8号就是之前我说的那个8号的刃，一般都不会装在盒子里，都是装在抱身里面的。还有这个，我是看到上面写了 Bridge City Tool Works 才买的，其实可能跟 Bridge City 没太大关系吧，我猜的，因为只是他们销售的。这个工具就是，如果你有平抱的话，电动的平抱的话，这个工具可以去，辅助你把你磨好的抱刃装进去，大概就是这个功能。就是靠这个工具来调整抱刃平抱的这个刀比后面这个桌面到底高多少，大概就是调节这么一个东西。但是我的平抱是螺旋刀的，其实也用不上，主要是买来看看，也许会有一些朋友想用这个东西。但是主要也是因为看到了这个 Bridge City Tool Works。当天还见了另一个人，也买了一些抱子的零件，这些太碎了，就不一个一个拿出来了。这主要是一些短抱和这种，主要是短抱上面那些零件。这里面像有挖做调节的这个螺丝啊，有进刀的那个旋钮上面的螺丝啊，但这个是什么抱子上的我不是很确定。这里还有个铁的钮，这个应该也不是很值钱了。有一些挖做的螺丝，这个比较散，拿出来也怕丢了。这边就是一些抱子的盖板，这个应该是个12代开始有的吧，前面稍微有一点豁，可惜了。这不好说是不是蘑菇，有点像，但是功能没问题。这个宽一点，对，这个应该是个按这个尺寸这个样子的话，应该是个4号半、5号半、6、7上面用的盖板。早期的 Bedrock 的3行字的标，这个东西还挺稀有的感觉。这个就是再早一点的，不确定是不是 Stanley 的压板，因为这个设计有点怪，看着不是很像。就其他版，当然这里裂了，这个价值不大了。这边还有一些抱刃和盖刃，都是能用的状态。这感觉是2寸的，4号、5号可以用。这个看标的话就早一点，Stanley， 然后 Patent April 1992是1892年的，上反了。这个状况挺差的，能用的可能性还有，因为这个背面其实没有什么很深的锈斑，这边有锈其实也无所谓，因为你这边切不到木头嘛，磨斜面的时候都磨没了。有的旧，感觉像是5号半用的。2/3， 4号半按这个标的日期来看的话，应该是4号半、6号、7号用的，因为这个年代的5号半是1/4寸宽的抱刃，这个是比1/4寸多一点，所以应该算2/3的。就是 BB 的标，就是16代开始的，磨了这么圆，很有可能是之前在一个6号上用的，做干粗活用的嘛，2/3寸宽的。然后有一个短抱的抱身，估计也挺难配别的东西了，因为这个卖家之前肯定也是努力配其他的零件没配上，所以才会单卖这么一个东西嘛。
这个调节机构还挺好用的，说实话，比 Lie-Nielsen 的我今天出去干活的时候还用了。Lie-Nielsen 的是这样，对吧？这里有一个槽在抱刃里面，然后拧这个旋钮，它前后推拉这个抱刃。但其实当这个东西被上面这块东西压死的时候，你这样拧的力臂并不是很大，因为它在转的同时往前推，它要做2件事情，一边转靠摩擦，然后推前面这个东西。这种就很直接，你这个力臂长很多，你看有这么长对应这么短的力臂，然后你这边还是一个旋钮的，其实杠杆了2次。这个拨起来呢，它只要往前推，这2个牙只要往前推抱刃就行了，它不需要干转动的事儿，所以这种调节起来更容易。首先你的力臂大，再一个它施力的方向更直接一点，然后这种调节抱刃左右偏转的机构也更好用。这种就很难用，其实，因为你只能把这个松一点，然后用个小榔头敲抱刃或者敲抱绳，或者松开之后用手调，再拧紧，并不是那么精确。但是，我估计这下面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空间来做这么复杂的机构啊，所以这种设计还是挺精妙的。但是可惜了，东西不全啊。然后有2个挖座。这个是个 Bedrock 的，我就当时买这个抱身的时候，我就希望这个可以装得进去。装，哎，还真装得进去，我以为不行，所以这个是可以这样用的。只要这里配合适的螺丝，这个就可以用，而且这个晃动的幅度非常小，还真可以哎，这个倒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这里面缺的螺丝在刚刚那个塑料袋里应该都找得到，所以这2个其实可以结合在一起的。就是一个4号半、6号、7号的宽度的这个挖座了 ，Bedrock 的设计，还有一个Bailey的设计，也是这么大的，但这个是16代开始的样子，这里缺角，这里镂空嘛，没有什么损伤，还不错。然后这个短抱的压板，这些东西一旦中间这个机构丢了，挺难配的，说实话。因为买那个机构很有可能就可以再买一个完整的盖子，所以这些很有可能就没什么价值。当然，这次去买这些零件，主要是为了这个和这个，这2个零件是我去买的主要的动力。一个是 Bedrock 的挖座，价值高一点。这个是个2号的挖座，虽然说中间这个波叉被拆出去了，也不是很好配。前面这里铆上去那个铁片也没了，所以这些都是麻烦一点。但毕竟主体还在嘛，而且是 Stanley 的，这里能看到商标字的一些痕迹，这个东西倒是有一点价值。这是一个普通的15代的2寸宽的，对，13、14、15、12代也许也是这样，11代轮不是这么大的。这个挖座也还可以。哦，这里缺了一个角，很小，不影响使用，因为和抱身结合的这个凸台还在这儿。这一下算是宝藏吧？你看这个状况很好，当然之前这个人可能是重新处理过，闻起来像新的表面的味道。只能说处理的还挺好，那有点轻，所以我不是很校得准。另外，这里不应该有孔啊，哎，这里不应该有孔啊，这个是3号、4号的把手，前面没有螺丝啊，可惜了。这个是5号开始的把手，所以前面有螺丝，而且前面有螺丝的时候，这里是平一点的。这个还要再早一点，因为这里并没有一个粗一点的孔。你看后面的这个孔，这里是粗一点的，早期的这里就没有。
这钮看起来3、4号上面用的吧？没有什么伤，这个也挺好的。还有螺丝和铜的螺母，看起来像是2号的把手吗？对啊，这是2号的把手啊。断了，修过，哎，可惜。然后这个角好像有一点小，下面这个，哎，不知道修的怎么样。有杆子哦，这是很早期的型号，这里还没有收腰呢。这个铜的螺母上面，这就是5号上面用的这个钮了。这个底座大一点，大了一圈。哦，这个状态很好哎。3、4号上面的小一点嘛。这里是补了树脂吗？看起来像是补了树脂，环氧树脂的感觉。3号、4号的把手。所以这种其实这个修改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修改，因为这个不是5号上面用的，它前面不应该有一个螺丝孔。这种是5号用的，要大一点，然后这里也长一点，所以它有这个孔就比较合适。所以这个孔开的没什么必要嘛。还有这么多把手里面用的螺丝和螺母。总体来说还是挺划算的，这些东西。有几样状况比较好的，价值比较高的东西。接下来看一点不是那么老的工具。收了一个 Veritas 的清底刨，这里面还装着工具，就是拆那个刨刃用的6角扳手。这看起来感觉是没用过，很新的东西。这个上反了吧？这样标就对了嘛。原理其实很简单了，这有个 V 型的槽，然后这有个 V 型的槽，拧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就把整个套往回拉，顶在这个 V 型槽上，这个刃就动不了了。然后上面这个环呢，就是你有个最终的限高，比如说你一共要切这么深，对吧？一共要切这么深，但是如果你从0开始一下切这么深就很难，你可以先给它升起来一点，切几次，切到现在这个深度，松开再降一点，这样你就可以保证你开的所有的槽或者需要清底的地方都是到同一个深度。这种鱼的设计还是很简单，但是很好用的一个工具。即使是经常用电动工具的人来说，有这么个东西还是挺好的。当然，全尺寸的那一把也挺好用的。这就是可以拆下来的那个刀头，松这个螺丝，这个可以拿下来去磨。这玩意还是挺锋利的，半寸宽吧。不止将近3/4寸宽了，很大了这个刀。但是也可以用在它全尺寸的清底刨上面。老演员，哎，开玩笑，同一个地方收来的清底刨嘛，清底刨。另一个设计 Lie-Nielsen 的，它的固定的方式就不一样。
它是在这个刃是方形的，这杆子是方形的，这里的孔是方形的，然后它在方形的角上面对角线的地方放一个螺丝。那这样它是用一个螺丝把这个刃子顶在这两个面上面，用这一个螺丝这个方向顶在这两个面上面。原理是一样，都是用一个 V 型槽来固定。我个人认为 Veritas 的设计更好一点，但这个是个人喜好的问题。看起来也很新，感觉也没怎么用过。这下面有一点划痕，下面的这个靠山可以用来做顶在一个直边上，或者顶在一个弧线的边上面。原来原版的说明书教你怎么用，和原版的包材。这个也是一起买的，刮板，但是固定刮板的工具，把这个刮板装在这个工具里面，要看着才能装得进去。把它先装进去，然后这里面是有一个锥度的，那在你松紧这个圆锥的时候，它就会夹紧这一块刮板。这个时候它就夹紧在这个塑料的壳里面。这个时候你再通过顶这个螺丝，可以让这个刮板出现一定的弧度。你需要刮很小的地方多顶一点，就只有这么一点点的地方可以碰到木头。如果是大面积的话，就可以少顶一点，它就比较大的面积可以碰到。然后你用这个来刮的话，手上面会轻松一点，不需要你的手去把这个刮板扳弯，它已经帮你把这个刮板弧度固定好了，你只要去找好角度推就行了，或者是拉就行了。所以这个东西方便，设计还是挺巧妙的，用了一个很简单的原理，这个就是我比较喜欢的方式。然后一共是有4片比较厚的，感觉没用过的，这片可能薄很多，这个薄的感觉也没怎么用过，反正一共6片了，买的也不是很贵就是了，刚好可以装在这么一个盒子里面。这盒是8月份买的吧，应该。我当时以为，肯定是因为便宜才去买嘛。我当时以为我一个朋友没有这一把，所以我就去买了。买回来之后发现它有，所以就有点重了。当然这是两个不同卖家的东西了。这就是 Veritas 全尺寸，刚刚提过全尺寸的清理棒。这是它的靠山的固定的方式。这靠山要靠一个螺丝拧固定在这儿，然后这个靠山的位置可以通过下面这个螺丝来调节。但是这次买的就还有多个不同的刃子，不同宽度的刃子。这个是磨前面可拆那个刃用的工具，把这个螺丝拧在，把这个刃拿下来拆下来，拧在这个东西上面，这样你就有一个比较长的可以握住的部分去磨这个刃，用这个固定它。否则的话，只单磨这一个东西，它很小，不太好拿，所以前面这个就不好磨。如果你不拆下来呢，那在一些磨刀石上可能也不好下，所以这个就方便很多。这个设计还是挺好的。这个螺丝不用的时候呢，就保存在这儿，这样也不容易丢。用的时候拿下来装这里。头比较大，所以手拧可以先拧几圈，然后再用1字螺丝刀拧上去。然后这个靠山就可以装上去，和 Lie-Nielsen 以及 Lie-Nielsen 的设计和老的 Stanley 是一样的了。这个设计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思路，它就摆脱了要在这里开个槽的限制，我可以在几乎所有的位置都去调整这块东西。这块如果反过来的话，也就可以当曲线的来用。
所以它这里给你留了2个平面嘛，你可以夹住它，把它拧下来。我还没看说明书啊，但应该是这么用的。这样这个轻底豹就有了一个曲线的靠山，可以在不是直的边上面用。这个设计挺好的，螺丝就不会丢了，而且这个螺丝只要拧进来，这个东西也丢不了，双保险。好，这个轻底豹 Veritas 的设计，这个线高跟迷你型的原理一样，然后固定抱刃的方式其实跟老的 Stanley 比较像，但是它的改进就是这里加了个弹簧，以后也许我们可以找个视频再对比一下这几个轻底豹有什么差别。有这个弹簧，你就不需要一直用手去把着它，然后归位还挺好用的。一样的就是通过一个套子拉回来，去把刃固定在这个 V 型槽里。做工还是没得说了。另一个，因为这里面是2套，只是分别买的，但放在了一起。这个也是没用过的，不打开了，东西是一样的，只是这个连包装纸都还没拆。原版的说明书，另一套说明书和底座，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嘛，可以用直的和曲线的。太多了，我其实屋里还有一套这个轻底豹，本来是想着，我以为我朋友没有，帮他买一套，结果他有，买重了。同时还有这么一把工具，这个铲有点吓人。为什么说吓人呢？看得到这个有多大？应该是2寸宽吧，2寸宽。这是金属的部分有多大？这是把手的部分有多大？可以当武器用吧？是不是？这一把是8月份去 Culver City 那一次买的，但当时买了的时候缺刃子，这个刃子是在eBay上单独买的，有点问题，其实就是这个距离有点不够，导致我这边已经顶死了，但这个刃出不来，这里还没出来，所以这边要再磨掉一点才行。这个是 Riker 原产的抱刃，所以并不是说当年产的东西质量一定很好，当然也可能不是原配的关系。就这个角啊，不是很直，很有可能就是这里多了这一点点，导致它进不去。那不管怎么样，这个磨一下应该也很容易了，然后这把豹子就完整了。这是比较少见的东西。Lie-Nielsen 的凿子不少见，但是直角的凿子就挺少见的，而且这个原厂的蜡还没去掉，肯定是没用过了。然后一起的就还有另外2把，都是直角的凿子，但是不同的尺寸，这个就小很多。这把应该是大很多，对啊。这个把手还挺舒服的。
我就感觉好像还漏了一点东西，然后翻了一下照片，才意识到确实漏了一点，因为这里有当时买东西的时候拍的，所以当时还有这一把 Veritas 的斜角朝上的包子，也是没怎么用过。这个是我原来就有的，这是我一直在用的划线的东西。但是这次买的呢是这一把，有什么主要的差别？就是这里是平的，所以放在桌子上的时候它不会滚。相反的反面教材的实验，它不会滚走，它滚到这里会停住。这种圆的有的时候用的时候就从工作台上滚下去了，就会摔坏。我这个就摔过，所以这里平的好一点。我这个也完全可以在这里错成平的，也很容易的一个改变。我这把尺当然是从另一个人那儿买的了，做工还是挺好的。那个 Woodpecker 的东西没得说，也是真的贵啊。反正主要是当时去买东西，主要是看到了这个，这是一个不太常见的工具，好不好是一回事儿，少不少是另一回事儿。这个东西真的太复杂了，不好用。你看这个爆口只有这么宽，差不多的刃子大了多少？我这个一只手操作起来真的很容易，这个用起来这太复杂了，有太多东西可以调节。还有这么个玩意儿，咋说呢，挺好看的。然后还有这一套维尔塔斯的鸟报，这种就是可以通过一个螺母来调节左右刃左右深度，你可以一边切深一点，一边切浅一点。这样需要快速下料的时候用深的那一边，干细活的时候用浅的那一边，一个可以解决两件事情。刚刚那一把是平底的，这一把是弧底的，这个弧线其实并不是很明显，有一点儿。然后这一把又变成了凹的，我是觉得意义不大了，除非你刚好要切一个就是这个半径的东西，否则这个要干的活这一把都能干啊，就是可能稍微慢一点而已啊。不管了，反正这一套也算是凑齐了。这个也是和这些直角凿一起买的一个曲线锯，我用了一次还挺好用的，锯条放进去拉这个就可以把锯条拉紧，比直接用一个螺丝每次反复调要容易。就你只需要调整到你要的这个松紧的程度，然后换锯条只要拉一次，这里几乎不需要再去调了，还挺好用的。这个框的强度也很好，只是我还是不太习惯用这种把手，我更想这样来用有点像中式框锯的握法。真的这个把手就有点碍事了，不过这个也是因人而异了，也许有人喜欢用这样的把手，我觉得不喜欢是因为这个把手没有方向性，它太圆了。有的时候我要切深一点的时候，你就需要45度角这样下去。那因为它是圆的，整个框都在往另一边扭，所以你还要再使一个劲儿去防止这个框扭。而中式的锯，你这样握的时候，你整个手掌都在做这件事情，而不是由这几个手指来做扭的这个动作。所以我觉得个人习惯问题吧，中式锯这种握法还是有它一定的科学道理的。我就说东西不能没嘛，其实就在边上放着。一套直角尺，还设计的还是挺好吧，就是有点贵。
看这个掉色也就知道已经买了很多年了。严丝合缝。这一把也是最近买的，也是最新买的，去 San Diego 那一次买的Lie-Nielsen 的40号半，这个是 Stanley 的40号半，很早以前买的。Stanley 的底长一点，差不多，这里长了一点点，但到这儿的长度是几乎一样，宽度几乎一样。Stanley 的也许还稍微宽一点点，但是 Stanley 的底就没有那么尖，这里就圆很多，所以这里并不是一个直角。Lie-Nielsen 的这里就很明显的一个直角，然后抱刃的厚度也不太一样了，Lie-Nielsen 的厚很多，其他的设计差不多。Lie-Nielsen 的把手大一点，这个舒服很多，因为这里没有东西要调节，也没有地方可以放食指，所以你4个手指握的机会可能大一点，时间可能多一点。Stanley 这个可能就是其他报子上用的把手拿过来的，4个手指握有点紧，这里地方有点紧，所以还是要3个手指握才行，食指就没地方放，是可以放在这儿了，但我不知道你推的力太大会不会把抱刃推弯，不是很严重的事情。这是我之前用的时候磨的，有一点生锈了。用的时候就只能用小榔头慢慢敲了。Lie-Nielsen 的也是一样，没有什么调节机构。今天捡破烂的内容就展示这么多吧。好，谢谢观看。